欢迎来到 K 线休战法频道啊。那昨天呢，道琼斯工业指数美股出现了一个点的反弹，这一个点的反弹呢，我们看到啊 K 线刚好打到这个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这个位置。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啊，1月20日这一天呢，走出了悟空阳线，然后是8件阳线组，那么行情处在一个沙僧阳线组的势力范围，这样呢，多头方向上虽然处在压力位上，但是仍然有可能走出唐僧阳线。另外呢，影响市场的两个关键性因素，在未来48小时之内会纷纷落地。那第一点呢，就是今天晚上，也就是明天2号凌晨3点啊，美国有一个加息决议。这个决议呢，大多数媒体都认为会加息25个基点。那么加息25个基点，相对于去年一整就加息50个基点、75个基点来说呢，加息的幅度是逐渐减缓的，这样呢对市场相对来说是一个利好。那么非农数据的这个数据的公开呢，往往是一个利空，所以呢利好和利空交接在一起之后呢，让市场感觉矛盾重重。那么在矛盾之下呢，比特币也处在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结构当中，特别是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但这个收敛三角形呢，已经非常接近于近交点附近，在这个区域上呢，是行情发生变盘的一个时间点。那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观察到接近交点附近之后这是一个变盘的区域，但是呢，我们看到变盘的这个区域上下方紧紧贴着一个支撑线这个支撑线呢是由1月14日波峰连线通过交点之后通过这个波峰连线、波谷连线这个交点之后延长线的部分形成了位于$22,500的一个支撑。同时呢，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正在缓慢上移，这样呢$22,000构成了它的第二道支撑。那么我认为$22,000就是这一轮短暂行情过程当中的一个小的牛熊分割线$22,000这个位置上要设置一定的止损。同时呢，我们坚持我们的多头方向坚持的原因是因为本轮行情从1月11日起涨之后呢，突破了$17,500 ，9月份波峰连线形成了一个压力线，并且呢构成的日线级别上涨细由分别突破了144均线、169均线和$19,500，这个从6月到10月去年6月到10月份形成了一个压力位，突破之后呢，形成日线级别上涨细由，并且呢1月20日这一天走出了一个新的第二轮的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目前点位呢，目前处在$23,000附近的这个点位，始终处在一个8件阳线的势力范围，这样呢，在日线级别上就有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通过合并 K 线组，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那么周线级别通过放大之后，我们看到悟空阳线。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目前行情处在一个周线级别的8件阳线势力范围。那么上方就有唐僧阳线、沙僧阳线。最终呢，我们周线级别目标点位是在$27,500 ，$27,500正好是目前周线级别169均线呢形成的一个压力位。所以呢，目前我们给出比特币的反弹有可能最终完成周线级别的反弹，并且呢，今天晚间今天凌晨明天凌晨3点和后天的一个美股加息的一个公布呢，我认为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温和的利好性的消息，所以呢，趋势是上行趋势，在设置止损的情况下保持趋势，那么行情会继续上行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看一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以太坊最近一段时间迟迟没有表现，但是我们看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呢，始终处在一个支撑位附近，在支撑位附近始终没有跌破，就有机会反弹上来。如果能够发生反弹的话，以太坊将会出现领涨于比特币的行情。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对 USDT 交易对。回到这个交易对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由完成之后，目前出现了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细由的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上方走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但我们通过把这个时间级别调小到4小时级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构呢正逐渐向白色线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运行，并且呢目前已经以横带跌的形式通过了交点。通过交点之后，我们认为这个收敛三角形呢会逐渐的收窄，在收窄之后呢会形成一个新的结构，在这个结构
构过程当中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就是发动突破的一个位置。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140均线已经缓慢的跟踪上来。那么结合我们刚才分析的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已经处在一个支撑位附近，所以呢，以太坊可能很快会出现新的一轮上涨。那么新的一轮上涨呢，会引发以太坊的一个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同时呢，通过合并 K 线，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目前处在一个乌空阳线的势力范围。那么上方呢，可能会形成一系列的上涨，最终呢突破我们的目标点位$2000。$2000呢，正好是周线级别140均线形成的一个压力位附近。然后我们分析一下最近的一个非常热点的币种啊 ，HIGH 这个币种呢，昨天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周杰伦先生啊与 HI 这个社区进行了合作。那么我们看到 HI 突然上涨到$4.437。那么随着暴力拉升消息落地啊，行情出现了震荡回调。在震荡回调过程当中，我们观察小日线级别啊，目前它的小日线级别同前面行情当中突然上涨到$3.9之后的一个调整过程，已经发生了一个平行结构。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波峰连线、波狗连线形成的这个白色的收敛三角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了上攻动作啊，也就是昨天晚间22点钟到达了一个新的高点。到达新的高点之后，缓慢回落之后呢，目前重新又到达了这个近焦点附近。那么就可以通过我们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对本轮行情进行分析。首先呢，我们把这个时间级别要调整到4小时级别，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那个日线级别上不太好分析啊，两根非常大的阳线出现之后，行情就摸不清头脑了。那我们就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啊，起涨点是在1月29号的12点这个位置。那这根阳线呢走的稍微还显得有点弱势。那么下一根阳线呢，也就是1月29日16点的这根4小时级别阳线呢走的就比较突出。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根阳线呢当做标志性的阳线，也叫悟空阳线。那么4小时级别悟空阳线走完之后，走8阶阳线组、上层阳线、唐僧阳线，唐僧阳线后面紧跟着一个阴线啊，然后开始震荡调整，形成收敛三角形。我们看到啊，这个收敛三角形方向是偏下的啊。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做小时线级别的调整，小时线级别调整完成之后，再度发生第二轮的一个4小时级别啊，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悟空阳线。那么在这个悟空阳线没有完全跌破开盘价的时候，我们就有希望啊完成它的新的一轮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同时呢，通过合并 K 线，我们把 K 线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级别啊，这样呢会提升我们观察 K 线的一个维度啊。注意我这个速度放缓的这一段啊，就是切换时间级别之后，相当于提升了我们观察二维结构啊，也就是横坐标系是时间，纵坐标系是价格或者是涨幅、跌幅的一个二维世界的一个维度啊。这样呢，我们调整到日线级别去观察。那么目前为止呢，对于 HIGH 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上涨幅度达到135%的一个 K 线组啊。这根 K 线呢，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上方3根 K 线构成了一个什么呢？构成了一个新的 K 线组，我们把它叫做日线级别的8阶阳线。那么这样呢，我们对日线级别这个维度啊，就可以认为它可能会走出日线级别的一轮上涨吸油。同时呢，如果把这个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画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啊，如果前面行情当中这两根这么长的阳线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有预期的判断这一轮对于 HIGH 这种热点币种 VR 板块的 CZ 邯郸周杰伦合作的这个币种呢，有可能冲击到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冲击到$10附近所以呢，对于昨天快速上涨，我们团队进行一定大概是减仓了20%之后呢，我们还是继续持有，有币才能有机会去赚嘛。所以呢，我对它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还是抱有一定希望在设置止损的情况下，它的目标点位我认为大概是在$9到10附近。同时呢，这轮行情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些相对弱势一些的币种比如说达世，虽然作为一个减产币种，但是我认为它在 K 线系统当中周线级别的上涨速度是落后于很多的首先呢，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并没有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性的悟空阳线，这样呢，让它的涨速出现了一个非常缓慢之后呢，我认为后期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加速。
最终呢出现一个周线级别标志性的阳线啊。那么对于达氏来说，虽然目前它从30.6美金涨到接近60美金啊，虽然有一定的翻倍啊，但是我们目前给出的一个目标点位大概是在115美金附近，也就是周线级别它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和144均线形成了一个压力位附近。那么今天出现了板块轮动和这个两极分化，有的币种涨幅还是比较好的，像这个 DYDX 啊，这个涨得非常好，因为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那么后克来说啊，我们看到啊出现了一定的回调动作。那么我们可以观察到啊，它的这个下跌回调动作呢是在一个上涨的收敛三角形完成之后啊，小日线级别上涨的收敛三角形完成之后呢，跌破了它的一个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个支撑。那么在跌破之后呢，我认为行情很有可能出现一个横向的收敛三角形的动作，最终呢，在这个横向收敛三角形完成之后，再度进行一个上涨啊。那么对于后克来说，我认为它是一个次新币种，非常类似于我们之前分析的一个币啊，就是热点币种叫 APT。APT 呢，目前同步的后克出现了一个小幅的调整。那么在调整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前面的调整，我们可以把它分析一下。第一轮调整，它是一个大开口收敛三角形，红色的，然后转变成白色的窄的收敛三角形，发动突破。第二轮和第一轮完全类似，同步了第一轮的结构。那么第三轮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到达焦点位置附近之后假突破，然后跌破。跌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结构没有完全破坏掉为什么说没有完全破坏掉呢？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个支撑，大概是在15.5美金。同时呢，这个结构可以看作是一个窄的更窄的一个收敛三角形的雏形。所以呢，目前对于 APT 来说，虽然有一定程度的调整，这个调整最大幅度达到了20%，但是在这个窄的收敛三角形结构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仍然有机会突破上行。同时呢，我们可以把这个 APT 调整到周线级别。周线级别它走到什么位置呢？周线级别走了一个悟空阳线，走八线阳线走沙僧阳线。沙僧阳线后面跟的这根阴线呢是干扰性的 K 线，干扰了我们对多头方向的一个判断。那么在此基础上呢，我们认为行情走到这里面就有可能走出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最后一个人物性 K 线，也就是唐僧阳线。那么目标点位在新高之后的目标点位，我认为是超过25美金。对于 Musk 我们还是要重点观察这个是一个特别重点的一个币种因为它和推特有关系它是一个推特上的应用也是马斯克重点推荐的一个币种。对于 Musk 来说，我们看到目前正在不断的接近前高5.98美金这样的结构呢非常复杂，但是呢我们看到它主要是为了回补第一轮的上涨和下跌形成的一个筹码缺口。我们看到下跌回补多头缺口，然后反弹呢回补空头缺口，然后再下跌再反弹，反复震荡之后，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上来。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分析判断的逻辑就非常简单，可以用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可以这样判断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走八阶阳线，八阶阳线后面所有的震荡呢都是围绕八阶阳线本身，因此呢后面的所有 K 线构成干扰性 K 线，也叫妖怪 K 线。杀妖除魔斩妖除怪之后，行情有可能走出周线级别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所以目前Musk 只要出现高于5.98美金的新高那么它就有可能走出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组这是周线级别的激烈上涨因此呢，对于 Musk 来说，目前没有突破之前有一定的仓位，突破之后呢，追加一部分仓位对于它的多头，我认为你要做一个追踪因为目前 Musk 板块轮动到这里它也是一个本轮行情的一个热点因此呢，多多关注。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了解 K 线西游战法，感谢大家，再见。